杨紫女临床医生续集尘埃落定，赫顿的名气不比逍遥差，男主是强男神。显然，无论是非正式交流还是无处不在，杨紫都是90后的最高点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杨紫的新影视作品应该始终以网络为基础。横店对她来说又是一个小小的家。今年，杨紫凭借玄幻剧《沉香如麻》再次火爆荧幕。虽然人设一般，但总体评价还是不错的。今年杨紫还拍了一部老古董长情，3位男神古装，每一个都对颜值负责。尽管《长相思》从现在开始就没有拍了，但不知不觉间，剧照和预告片的出现率不低，每放出一张照片，总让人心潮澎湃。目前该剧的预约量已突破100万，足以见得网友对王姬逍遥的猜想。虽然距离长情开播还很遥远，但时隔1年，杨紫、景柏然主演的《女临床医生》已经交付了最后8集的作品，并将其更名为何？邓氏小可乐。眼下女分析师的衍生剧被权威报道，让不少影迷幻想回到去年那个幸福的季节。大家要知道，杨紫作品的地位是永远有保障的。女临床医生中的果敢女性何敦，同样凭借她的魅力圈粉无数。无数围观者看着赫顿帮助其他人摆脱困境，同时为他们疗伤。作为一名临床医生，何敦与电台主播钱开义的感情改善同样备受关注。我一直在想，能不能在赫顿的小可乐中看到2人联系的发展。从剧照中不难看出，杨紫现如今的秀场造型一般都是锁骨长发搭配利落的刘海。从《亲爱的宠儿》里的青春期，到《女临床医生》里的赫顿，再到《敬我一生，请多多指教》中的林芷晓，他们的发型都比较有特点。然而，杨紫却能从细微处不断破译各种职业。何顿眼中的坚毅，童年和邱莹莹的无辜，是他闪耀的焦点。杨紫在演绎赫顿这一角色时，将少女时代的爱玩天性和成年时代的个性魅力演绎的层次分明。不管怎么说，穿着一身朴实的校服，一种存在感就让人眼前一亮。何敦不愧是名将，谈吐水平和话题度完全可以媲美传世前名噪一时的王姬逍遥。女临床医生刚上映时，几乎是1年1度的重头戏。抛开作品的话题度不谈，在剧中饰演钱凯怡一角的景柏然也同样吸睛。要知道，在之前的《女临床医生》中，景柏然从未出演过影视剧。她在大银幕上一直都是活力四射，在圈内堪称学霸大神。景柏然的脸上有一种故事的感觉。曾与周冬雨、思纯妈妈这对双黄蛋小马艺人合作青春题材电影，顶级颜值更吸睛。总而言之，痴迷过倪妮和刘雯的人总会有所收获，就连狗子队抓到的吸烟照都散发着文艺男神的气质。景柏然在《女临床医生》中饰演的钱凯怡，无论是颜值还是性格都让人非常满意。无论如何，穿着海边风格的植物衬衫，几乎就像在表演中漫步一样确定。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故事满满的地面男神。事实上，《女临床医生》第1季是48集，但当时一部作品被限制在40集左右，所以最后8集一直没有上线。只是没想到，在事隔1年之后就被定为一个小场地续集，着实给了粉丝们一个不小的震撼。杨紫女分析师衍生剧火爆上线，这人名气不亚于逍遥，男主还是个男神强者。02杨如何保证自己的知名度和稳定性？路人评价无数理由，最后一个过于真实。里中有过多的转瞬即逝的男性专家创业圈，鉴于这么多年来不断有无数的新手入行，如果工匠部能继续生产作品，他很容易被新手取代。网友们同样对新鲜事充满信心。最近大家都在研究杨幂成名这么多年的原因是什么？喜欢杨的网友会发现，平时杨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也不会习惯性的看他，也不会出现在不同宣传号的落地页上，但是每次有节目传播的时候，他都能不断快速吸收并集中所有强度。面对这个问题，网友们也给出了一些理由，其中关于同行陪衬的解释过于真实。1. 颜值是必不可少的有用力量。
重要的是，每个人都认为外表是最重要的有用力量。杨氏作为战术工匠校草的经历，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仅是她的颜值太高，而且她的身材和气质也非常出众。最主要的是杨自己，她同样是自我克制。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，无论是看手机还是看内容，她都会保持近1米的距离。杨的容貌一直以来都是稳重的，身材从来没有膨胀过，容貌也从来没有内爆过，而且处于不同的年龄段，同样可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悟。和过去的2位军工学校草根陈腾和沙溢相比，杨幂的身材简直牛逼。不管是不是扩大到整个娱乐圈，她的涵养也是值得表扬的。话又说回来，对于陈腾和沙溢一如既往的做法，大家纷纷嘲笑杨幂，包括众多网友和粉丝也倍感压力，都在思考杨幂时隔多年还会不会重蹈2位祖宗的覆辙。2横宫敬人，在媒体上要保证一定的流行度，就要考虑作品和人物2个方面。作品的问题不是漫无目的地追求数量，更重要的是追求质量。每个人都应该看到一种参与和善举。之后的几年里，杨幂不断给大家介绍一部优秀的作品，每播出一部新剧，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。话又说回来，杨的人品也很牛逼。他很少推销自己，他的名字在热搜榜单上出现的次数也不多。主要是他的尴尬和负面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为零。能保证作品不间断、沉稳的人，在与资深专家合作的时间里，格外的谦逊和愉快。尤其是在戏剧表演中，杨通常在不知不觉中很有趣，这正是杨有选择的地方实现长期稳定参展的原因之一。3朋友出发，百花齐放。此前，杨某也是网友评选的4大经纪人之一，但目前其中2人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在媒体工作。相关负面消息曝光后，大批网友在杨某言论区留言，相信他能坚持自己。与杨幂处于同一时期的鹿晗，这2年并没有太过激进，热度依旧很高，但整体提升并不平稳。由此看来，在同时期的男性专家中，杨某对比了朋友们的背景。从不同变量的角度来看，杨有选择长期保持名气并不荒谬。03，一位网友在哈尔滨的一家咖啡馆偶遇杨某，他以随和的姿态坐着，有一张非常迷人的脸。他因与手机分离而得意洋洋。近日，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在小酒馆偶遇杨某，并拍下了当时的照片，但由于杨某戴着墨镜，只看到他的侧脸，他连正面都不敢肯定，于是他要求网友认清是不是杨某。消息一出，立即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。很多了解杨的粉丝都确认是杨本人。得知此事后，网友们纷纷感叹没有继续合影留念。我们传统的人没有多少机会看到大牌，其实很遗憾，离得这么近，拍了张合影也没记住。据了解，该网友于周五在哈尔滨傅家路一家小酒馆偶遇杨某，杨正和另一位同伴坐在店里喝浓缩咖啡、玩手机。杨穿着深色家电外套和深色裤子，他穿着深色设计，朴实无华，或许是怕被人记住，他特意戴了墨镜。不仅仅是在荧幕上，私下里外出的杨幂同样是个脆弱的孩子。杨的五官3层，无可挑剔，惊艳无比。她应该照顾以其吸引人的特征而闻名的业务。来店里品尝 espresso 的小杨，轻松惬意，坐姿加分，非常随和。她似乎参与了这种娱乐时间。杨本人身材高大挺拔，身材极佳。我通常会在电视上看到他，而且他一直很正直。现在看到他这样随意的样子，我觉得非常有规律和惬意。他的清秀中透着随和的气质，我喜欢。别看杨某那张迷人的侧脸，超级吸睛。杨某拿起手机一看，远远的，网友们肯定是看得眼花缭乱的。完全不像我们正常人眼睛盯着电话都快撑不住了，杨某的眼睛离电话1米远，和身边的男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洞。对比，不得不说，杨的眼光真好，怎么玩都这么开明，戴着墨镜的距离这么远，
杨看手机的距离应该是他在学校学习时养成的习惯吧，真是难能可贵。了解杨某的人都可以了解到，看手机保持1米距离已经成为杨某每天的日常习惯，无论是在电视剧中还是私下里，他一直都是这样。杨的正能量套路值得大家去推广。11月20日，久违的杨洋又刷新了一组自拍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到，网友们偶遇的那天，杨某的自拍是必不可少的。不仅仅是照片的底子非常相似，就连身上的衣服也一模一样。看来杨某去咖啡厅喝 espresso 的时候是认真拍照的，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我的黄笔，他其实很恭敬，哈哈哈哈。杨幂的侧颜我已经看过了，接下来就是杨幂帅气的正脸了。不得不说，杨开的颜值真是360度无死角，正面还是这个起点。他可以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大喊大叫，没有美化，没有渠道，每一个外壳都让人赏心悦目。杨总算来到了哈尔滨，他一直在郊路上拍照打卡，没想到拍到的游客真的像设计大片一样在看影。他看起来很有魅力，但也保持着不错的身材。他能俘获无数粉丝的心，不足为奇。另一位与该网友同时偶遇杨某的网友表示，当天他也在 Foco Road 看到了杨某，大约在那时，他正在吃冰棒并拍照。我承认每个人都对杨如何吃冰棍感兴趣，对吗？然后就在这时候，杨的工作室把店藏在 Foco Road 的路拍发了过来。杨某手里拿着一根冰棒拍照，一脸幸福的样子。和网友说的一样，杨幂又瘦又白，尤其是有一张小脸。在众多男星中，杨幂的颜值也是一流的。杨的长相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从肖奈开始，他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。在他的脸这么多年都没有爆裂的时候，不管是粗涂还是精涂，他都是真的安全了。战斗，这源于他的自制力。杨某在会上表示，自己会有健康压力，所以平时对自己的健康特别重视。除了真正专注于饮食之外，当他从录制回来时，他同样会溅到他的脚上。另外，我通常会补水而不是冷水。于是，我也从老师那里得到了8段锦来锻炼。不得不说，对于个人董事会，杨还是非常有修养和清醒的。这也是他30多岁还不到18岁的原因之一。相信其他男星也能从杨幂身上获益。